大家好，我是孙老师。今天我给大家画一张简单的水彩静物，只有一个洋葱，还有几个蒜瓣还有一块米色的衬布我把灯光设成了暖光，由此组成了一幅暖色的水彩画。前面铅笔起稿阶段和那个第一遍铺的那个背景色我忘记录了，忘记按那个按钮，所以就直接从这个洋葱开始吧，大家多多包涵。第一遍铺大色，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稍微偏冷一点的颜色，那个背景稍微偏冷一点。因为这只是第一遍之后可能还会加深加阴影什么的现在看这个水彩画的这个洋葱这一部分，洋葱这部分仍然是在第一遍的铺大调子的这个阶段对洋葱的亮部又用了一些黄色和柠檬黄然后空出了那个高光这个高光呢，尤其水彩大家一定要空出来尽量不要说你把它涂满了，最后再用白颜色去盖那个效果不好看流出那个白纸出来，它效果会非常的透亮水彩最重要的是要画点透亮。然后整个的铺完一个大色调之后呢，这个洋葱呢它还是湿的，这时候背景已经干了后边的背景干了，洋葱还是湿的，所以这个干湿的控制非常重要。等这个洋葱差不多半干的时候，我们才进行下一步，它既可以融合，又不是说完全融的你无法控制你看现在我加这个阴影的颜色，加这个洋葱上阴影的颜色用的是这个一些比较深颜色的这个深的暖色，比如说一些赭石一些稍微加一点点的红色，然后在背景上有一点点蓝色，因为是背景的蓝色的一些反光冷色的反光。这种暗部的颜色要需要很自然的衔接到第一遍那个亮部的颜色上面。这就需要你第一遍的亮部颜色，它的湿度的掌控要非常的准确，不可以太湿，也不可以太干。如果太湿的话，你刚画完亮部马上接暗部，这就有可能让暗部的颜色呢就会非常自由的就扩散到亮部区域了，然后你完全失控了然后如果太干呢，你的颜色又散发不出去它和亮部的结合就非常的僵硬。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干湿的控制，这个火候要把握的非常准确这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练习，然后慢慢就找到其中的窍门。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画，就是这个洋葱下面那两片已经干了的那个表皮，对，它的颜色本身就是一种暖的颜色，又因为在洋葱的下面就处于在阴影里边，所以它是比较暗的一种色调，比较暗的一种暖色调。颜色呢基本上也是那种暗色的红色，暗红色，或者说是一些赭石之类的颜色，或者熟褐之类的颜色那一种比较稍微暖一点的颜色，因为本身那个洋葱皮它就是暖色的，就算是它在冷的阴影里面，它混合冷的阴影，它仍然是偏暖的一种深色。对，现在就是我画的这一片它仍然是偏暖的一种深色。这里下面呢也是另外一块翘起来的一块那个大家看左下角的小图，一块翘起来的一块那个洋葱表皮，然后干了的表皮。对，现在整个的还是第一变色，只有那个洋葱的暗部是趁湿稍微加了第二遍颜色稍微加了一遍，但是其实它仍然属于第一遍颜色的范畴
就是趁湿稍微加暗一点。现在这个阶段呢，是上面这个洋葱已经是半干的状态了，还没有完全干没有完全干，完全干了就不可以了，半干的状态。所以我拿一支笔，然后比较干的笔挤干了水分的笔，然后吸那个洋葱亮部的那些已经半干了的那些颜色，把它提亮一部分。提亮的部分呢，就是一条一条的那个洋葱表皮上的纹路一些纹路它比较亮。就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把它提出来画是画不出来的，把它提出来，就趁着这个洋葱还没有彻底干，用一支干的笔，用这比较没有什么水分的笔把它提出来吸走那个颜色提出来，这时候的效果就非常自然然后呢，就是上面那洋葱顶部那个洋葱的那个茎，那一小段茎已经干了，已经彻底干了。这时候我换一支小的笔，然后慢慢的细细的刻画顶部的那些细节，比如说那些干了的那些洋葱皮或者撬开的洋葱皮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些阴影什么的。就是上面这个也是非常点睛的地方整个洋葱非常点睛的地方，要等它干了之后再慢慢加上去好，现在呢，洋葱基本上就第一遍就先到这儿了等它全干了，等它彻底干了，我们再倒回来画它。现在呢，我们趁着这个时间，我们去画下一部分，画那些大蒜。所以画水彩最重要的就是步骤不能乱。比如说我们先趁着你要这个步骤是怎么去合理的去安排呢？就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你要去掌控颜色的这个水彩的这个湿度的控制。比如画那个洋葱，我一定要在它湿的状态下达到我一定要的效果。那你就是那个趁它湿的时候赶紧画它，先不要动别的，先不要去动那些大蒜其他的那些静物，先把洋葱趁着它湿的时候该画的先把它画完了，然后放在那里不要管。你下一步需要用干颜色的时候，需要等它干了的时候才画，需要等它干了之后才画的时候，你再去回过头来再去画它。这时候呢，我们就先去做那个，现在可以去画那个大蒜了，因为那个我们把那个洋葱放在那边，让它慢慢变干。下一步我们去画大蒜。大蒜呢步骤呢跟洋葱也是类似，我们现在也是一个铺一个first wash， 铺第一遍的颜色我现在在铺第一遍的颜色。对，轻轻的蘸一点水，然后把颜色轻轻的推开。非常小心的控制着它颜色的明暗关系，颜色的冷暖关系，还有再就是它掌控好它的那个干湿的变化掌控好了湿度。这个是因为大蒜瓣上它的那个表皮颜色变化也非常丰富，非常微妙因为大蒜它的表皮基本就是白色嘛，有些部分就是可能是有一点暖色，有点赭湿有点那个橙色之类的稍微有点颜色的变化，但是整体比较亮，比较透亮。这时候所以说呢，要用一点的那个多用一点水，少用一点颜色然后慢慢把那个色调找出来还有一个冷暖的变化。现在呢，现在我们画的这部分呢，这个就是暖的，然后下边就开始画冷的颜色冷的阴影部分的颜色。冷色呢，你可以用这个，比如说群青你再加一点暖颜色，就形成一种比较冷的灰色。暖颜色是什么？暖色，比如说你群青，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赭石或者可以加一点点的那个比如说那个红色什么的让它这个度非常掌控，这个度非常重要，不能加太多了，加太多了整个变成紫色或者变成红色之类的。稍让它冷的颜色，让它蓝的颜色稍微偏暖，稍微往暖的方向靠一靠，但是基本上它还是一个冷灰所以它会形成一个漂亮的冷灰。大家不用担心把颜色画脏了，水彩除非你的颜色完全弄乱了，否则
这个水彩是不能画脏的啊。最下面这块酸瓣，其实现在这3个酸瓣呢，我们都是在画第一遍颜色，都是在画第一遍颜色啊，因为它本身我留出来一个空白啊，现在在画的第一遍颜色。第一遍颜色呢，也是大多数都是需要衬湿接，衬湿来一遍一遍颜色一部分一部分的接上去啊。比如说冷的接上暖的，或者说明部啊接上暗部，对不对？所以每一部分它都是湿接，然后它过渡的比较自然啊。该留出来的那个亮光部分、高光部分，你要把它留出来。衬湿画一画这个酸瓣上的那些细微的纹路。好了，现在这个酸瓣的那个第一遍的颜色就好了，它要有一个时间去干，稍微等它一下干。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画那个洋葱，因为洋葱基本上干了，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的刻画细节啊，或者调整颜色啊。这个时候呢，就要等它干了之后才做啊。现在已经干了，说那个大蒜呢，就是要非常小心的手。尽量的离着那个你画的那个蒜瓣稍微离开个距离，不管你画什么嘛以后这个步骤非常重要，稍微离开的距离，别因为那个蒜瓣还湿着呢，如果你手掌压上去的话，整个颜色就全忘了而且弄脏了。所以这时候呢，你现在用的镜头是从上面拍下去的，也看不到，其实我的手离着那个蒜瓣有一个距离的一个控制的非常好尽量的别压到那个底下那个湿的那个颜色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深入的去刻画或调整这个洋葱上的颜色。洋葱顶部呢，它比较暖因为我刚才有说过了，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画面是比较暖的一幅温暖的一个小水彩画灯光我设的也是暖色的，所以它顶部呢，再加上洋葱皮本身它也是发暖，所以洋葱皮顶端会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暖色。而且它明度上面比较暗一点，所以这整个的洋葱就立体感就比较强了这时候呢，我们就用这细笔呢，再轻轻的画一画那个洋葱表皮上面那些纹路。洋葱表皮上纹路也是比较暖的颜色，基本上颜色就是橙色和赭石这2个颜色也用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可以画一画洋葱表皮上面的那些细节和纹路，这个细节和纹路要小心一点，不可以画得太干。画上去之后，尽量的把它晕开，让它和这个第一层颜色有一个完美的融合，不要太生硬一个非常光滑的融合，这样它那个洋葱表皮的那个很新鲜、很透亮的那种感觉才可以画出来。这个洋葱的边缘呢，颜色稍微暗一下，这样可以把整个洋葱让它转到另外一边去那形成一个圆的这样一个形体，让它稍微往左边转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要画洋葱下面那些比较暗的阴影部分。洋葱底部呢，它有2-3片的那个干了的那个表皮，它颜色比较暖。在这个层干的表皮和洋葱之间有一个窄的缝隙，然后形成了一条非常漂亮的一个冷灰色的阴影现在我正在画着的就是这个冷灰色的阴影。但是呢，它还是要跟洋葱表皮的纹路要吻合，所以画的时候也是要一条一条的画尽量的符合这个洋葱表皮的那种特征。这个就是那条缝隙，就是底下那一层
干叶片和洋葱之间有一层非常窄的一个缝。这个呢，就是用调一点冷灰色来画。冷灰色呢，基本也是用群青啊和一些暖色混在一起比如说赭石或者说那个加一点的红色也可以。但关键是那个量那个度调整那个配比，调成一个漂亮的冷灰就可以了。这也是细节因为右边的这一片压到了左边那一片上面，所以这个在左边那一片上面也有一层浅浅的缝。好，接下来我画的是就是那个鳞片，不是鳞片那个干的那个洋葱表皮，要加深一些，因为太浅了加深一些。就是说我们第一遍颜色往往明度会比较浅尤其是干了之后，所以说我们再盖多一层颜色第二层颜色加强一下。这水彩经常用到的，因为有时候水彩干了之后颜色会稍微的浅一些稍微浅一些，那你可能是你当时觉得非常准，这时候觉得不准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用这种两层颜色的方法呢，去达到一些特别的效果。你比如说有一种颜色你不太好一次性调出来，你就可以用这种两层叠加法，然后让那种出来的颜色特别漂亮。它用直接调色法就是比较难调出来那种颜色你可以用这种叠加法，就两层颜色或者叠在一起。第一层颜色干了之后，第二层颜色盖上去第一层颜色呢还通过第二层颜色透出来，因为水彩是透明的嘛，透出来，然后它们形成了一种光学上的一种融合这种非常漂亮。但是其实油画中也是用的，也是这种古典油画也是用这种方法的，晕染一层一层的最后形成一个挺漂亮的从光学上的一种颜色的混色水彩其实也是一样，而且水彩做这种混色呢，它的那个优势也非常大，因为它的水彩本身就是透明的。好，这个下面在这个洋葱底部呢，还是有一个翘起来的一个小的洋葱皮然后因为它在最底部，所以颜色比较深。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画一下那个加深一下，调整一下颜色，就是洋葱上的那个阴影部分它的深度不够不够暗，所以我们再用一些冷颜色再盖一下。另外，它颜色也是不够冷要盖一下。对，然后跟第一层和第二层颜色把它们融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洋葱的那种表面，那种肌理。好，接下来呢，就是要调整这个洋葱和大蒜之间的关系了，就是说它们的阴影融在一起然后它们是谁压着谁然后这个洋葱的阴影又落在这个大蒜的后面呢，还是怎样？它这个相互之间的关系要交代清楚。这时候呢，就需要加深这个大蒜的暗部，使大蒜和洋葱它们的阴影部分融在一起。
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一些细节了，因为现在基本上是要换一支比较小的笔，然后顺便把那些细节要抠出来了。比如说这个大蒜的那个蒜瓣的那个尖儿啊，那干枯了的尖儿，然后它也会落一些阴影在那个大蒜瓣上，然后这个时候需要很小心翼翼的把那种关系来解释清楚了啊，把它画清楚了。就通过加深这个阴影部分。这个时候，一支好的水彩笔就非常重要了啊！一定要用怎么说呢？用它的那个水彩笔的毛啊，不可以太硬，也不可以就说好像那个羊毛一样，不可以太软。它是一种软硬适中的，另外可以聚拢成尖儿的，聚拢成笔锋的那种水彩笔。基本上中国画中的那种勾线笔都是可以的。勾线笔都是可以的，或者你买专业的水彩笔，或者你用一些比较好一点的那个中国画的毛笔，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然后它的毛，其实毛的话，水彩笔的毛会分很多种啊，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和你自己画画的那种风格，或者你自己画画的方式，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个水彩笔啊。你可以纯粹用中国画的毛笔也是可以的啊。如果你选用一些比较昂贵的，比如说那些专业的水彩笔，比如说牛耳毛啊，还是那些叫什么貂毛啊之类的啊，或者些松鼠毛啊，那种毛笔就比较贵一些，但是它软硬适中，吸水量大啊，吸水量大，尤其是大号的笔铺整个的大色底的时候，就用起来非常方便。如果你要小号笔的话，就是笔锋非常重要，你看你需要哪一种的。然后水彩笔呢，又有尖头的，同时也有扁头的，好像那个平头的，好像水彩或者好像油画笔或者是画亚克力的笔一样，它是扁头的也有啊。看你需要什么样的效果，需要什么样的笔触啊，你就选那种比较合适你的水彩笔。好，现在这两个大蒜瓣基本上已经分开了，通过画它的阴影部分，那个蒜瓣和蒜瓣之间有一条那个阴影的一条黑色的缝，深色的缝，哎，那个已经把它画出来了，但是还不够深啊，还不够深。然后这时候那个蒜瓣的后部啊，现在我正在画的部分就开始要加深一些，来强化这个大蒜瓣的那个体积感，还有它的那个通过这个明暗关系来表明这个大蒜瓣的那个转折啊，清楚的表明大蒜瓣的转折，加深一些。这个时候的干湿控制也非常关键，第一遍颜色已经干透了，第二遍颜色的时候，我轻轻的画上一层，然后第二遍颜色还没有干，颜色还不够深，这时候我又画第三遍，再加上一点颜色，这时候呢，它就会顺着第二层的那个湿的颜色扩散出去，这个就非常重要，你们可以要通过多一点的练习，你就会慢慢掌握里边的那些方式和方法啊，包括水的流动的一些特性，包括纸啊，因为不同的纸，然后它的纹路也不一样，不同的纸，然后水在这个不同的纸上的流动的特性也不一样，所以说还有笔、纸、颜色、水啊，这几样要配合的非常好啊，这需要大量的练习。好，这是一些大蒜上的一些已经挑起来的一些翘起来的一些那些表皮啊，干了的那些蒜的表皮，然后它落的那个布上的阴影。
不对，这是一块干了的表皮，洋葱表皮的暗部阴影部分。这是另外那个大蒜瓣的那个阴影。然后和那个大蒜表皮的那个干了的表皮的那个一个光线的一个关系那个大蒜表皮翘起来了它翘起来之后呢，和大蒜后部的阴影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种关系翘起来的那个大蒜表皮呢，它的亮部落在了漂浮在那个大蒜的阴影上面它是这么一个关系。这个需要一点点耐心，然后慢慢把它找出来。对，这个也是阴影，这个画的是在阴影部分。阴影的颜色呢，就是要比较深的一种冷灰色比较深的一种冷灰色，以蓝、紫和那个赭石或树褐之类的颜色为主，然后调成一种比较冷的灰色就可以了。这时候可以换一支比较大一点的笔，然后整个的把颜色铺开去换一支稍微大一点的笔，把整个的阴影铺开去。要趁湿，赶紧把那些形找出来，把那个大蒜和阴影部分的关系找对了的。等它干了之后就会形成水渍那个就来不及了。要趁着湿赶紧调整。好，回过头来我们继续画这个几片蒜瓣，然后通过加深它们的阴影你看这个刚才我说这两道蒜之间的阴影还是不够深现在我们再继续加深它。这也是蒜的那些细节，这是整个蒜已经干透了已经彻底干了，所以说这时候你可以画一些细节，用干画法画一些细节。
要我调整来调整去，一直是在画的是各个蒜瓣之间呢它们那种关系，通过阴影连接起来那种关系，一直在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一定要协调。好，这个阴影呢，因为它比较靠近我们，比较靠前，所以呢，它的对比度会比较强一些，也就是说它比较深一些，它和环境的那个颜色对比起来，它显得比较深，这个对比就比较强烈。大家记住一点，对比强烈的东西呢，它就会比较往前跑；对比比较弱的那个东西呢，它就比较往后退。所以通过这种方法呢，我们也可以就说形成这个画面的深度画面的空间感。好，这是前面这个蒜，包括那个现在画的那个蒜根部稍微浅一点，比较偏黄，比较偏一个亮黄。好，这里呢是最前面这个大蒜，这个前面这一粒，这个最前面这个蒜瓣呢，是整个画面的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能够出彩的地方，因为它细节比较多，然后比较跳，而且你也需要把它画的稍微精细一点包括它的阴影要交代清楚了，这样它才可以把它推到前面来形成空间感。对，然后再翘起来的这个蒜皮的这个阴影部分。然后再就是这个蒜上的一些纹路细节，一些纹理。这时候呢，这个大蒜已经干透了你可以画这些纹理在上面，但是同样也是要注意，就说不要让它形成太僵硬的那种变化，因为这个本身它大蒜的表皮的颜色它变化非常微妙非常微妙，非常微小不可以说上来你用一个非常重的颜色画下去，然后背景不管了，然后它就非常僵硬的停在那里还是要用水，善用水可以把颜色推开一点呢，稀释一些这样看推开这个颜色，让它融入到背景之中，融入到那个蒜的上面这时候呢，它的肌理就比较自然。对，通过这种调笔的方式呢，就形成那个大蒜表面的那种颜色以及纹路肌理。好，这是另外一块那个大蒜的干了的表皮它也翘在另外一边，上面有一层淡淡的冷颜色那个是一层亮部部分的一些中间的那些影子，中间灰度的影子稍微画一下，因为这个基本上形成了这一块翘出来的这个表皮的一个体积。现在画的呢是这个跳出来这块干表皮的那个阴影部分，它落在那个衬布上的阴影，给它颜色稍微深一些，它比这个干皮的那个表面上的一些中灰度要稍微深一些。往前面呢，越靠近
前面呢，所以它的阴影和背景的那个对比度呢也比较强烈一些，比较强烈一些。后面部分呢就稍微弱一些，所以后边的阴影基本上融入到背景中去了，而前面的阴影边缘就比较锐利，就是它还是阴影就是阴影，它非常清楚啊，这样才可以把画面拉开距离，拉开空间。对，回过头来我们呢继续调整一下这个大蒜表皮上的细节，包括中间灰度需要加深一些，中间灰度中间这个干皮的那些亮部的颜色要往那个中间灰稍微靠一下。好，现在中间这个蒜瓣啊，需要它的阴影部分需要继续加深一些。这个时候呢，这种细节刻画呢，就是一定要等到它整个画面干透了啊，你才能去做。其实等的过程呢，就不是说你一定要用吹风筒。一定要用吹风筒，就是吹干了马上再画下一个，吹干了，不是这个要干了要吹，也不一定要这样做，就是你可以整个画面上一部分一部分的画，我画这一部分，等它干的过程中，我们就去画另外一部分，是吧？等到这一部分这个画的差不多了，再回头看刚才画的那个湿的部分，然后它已经差不多半干了，或者已经全干了，根据时间长短，哎，你再画前面那一部分，然后后边这一部分呢，继续等着它干。你这样在画面上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之后呢，你可以按照顺序一步一步的去画，这样呢你也不用用那个吹风筒，而且你画的速度也相对比较快一些啊。另外呢，它的你比较容易掌控，干湿的变化你比较容易掌控啊。有时候它比如说干到60%了，干到70%了，这时候你的同样的一笔颜色下去，它的那个扩散效果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你要通过多的练习，才能慢慢掌握其中的门道。好，现在是这个大蒜的还是阴影部分，因为我们的画面是暖色的嘛，所以阴影部分基本上都是一种比较冷灰色调啊，阴影部分都是一些冷灰色调。对，现在这个中间这个蒜瓣上面的颜色稍微再深入一下，中间里边颜色稍微暖一些，比较暖，刚才画的不够啊，比较暖。现在基本上这个蒜瓣的那个样子已经出来了。只要你画的这个色彩关系对了，它就颜色就不会脏啊，一直会很透亮。现在我们看着呢，整个洋葱呢，好像还是不够深啊，洋葱的那个阴影不够深。等下我们再把这个整个的洋葱再把暗面、把阴影部分稍微再加重一些啊，稍微强化一下它的体积感。对，我们现在从这干的这个鳞片开始，干的这个洋葱表皮开始。
对，然后整个阴影部分用的稍微再重一点，颜色稍微重一些。然后再就是，整个洋葱的暗部，就是说它的右边，它的深度不够。对，现在我们把它加深一下。加深呢，基本上也是用冷颜色啊，用冷颜色，因为本身那个洋葱的前边的几边颜色都非常暖，这时候呢，我们加一点冷颜色，然后盖上去，多一点水盖上去，然后再形成一种半透明的效果。然后底部的暖色跟上部的冷色，它通过视觉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它会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冷灰色，一个暗颜色。然后正好也是跟这个洋葱的暗部协调，另外呢也不会把画面弄脏。对，再加上洋葱的这个部分呢，洋葱暗部呢，它有一些怎么说呢？大家可能有经验，生活中有经验，你扒开洋葱皮的时候，有时候里边会有一层好像灰的那种颜色啊，很灰的颜色，好像是感觉好像发霉了似的，其实不是啊。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就画的好像类似那种效果，那么稍微深一下，稍微深一下。然后这时候呢，底下这个干了的洋葱皮呢，就显得稍微颜色稍微的亮了，所以还需要再盖一下。它的根部阴影部分，洋葱的根部，然后大蒜的一些细节。再慢慢调整这个画面的一些丰富它的细节，然后调整它的颜色，丰富它的细节，慢慢的把这个画面把它完整起来。对，然后中间这个大蒜呢，然后暗部还需要再深一下，再深一点。包括这些比较次要的这些干的大蒜皮的这些明暗细节，也稍微调整一下，让画面看起来比较完整。这个已经是接近尾声的那个细节调整阶段了。
好，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背景稍微加点阴影尤其左边这部分太亮了，加点阴影，然后强化它的那个整个画面的空间感。加深完背景中的阴影部分，这幅画就算画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I'm Back 英汉双语美术课，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就可以。我会每日更新一些美术史常识，还有一些英文的美术专业词汇。因为我还有一门专门给5岁到12岁的孩子开发的英汉双语美术课程即将上线。春节过后每个周末在 CCTop 直播。除此之外，我还会为水彩爱好者专门录播水彩课程，欢迎大家关注。今天是我第一次录播，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